我是训练 Tuber 露露露。在历经了有史以来最长的长草期后， 2.7 版本终于更新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很像暑假快结束，突然发现明天竟然要开学的感觉呢？在跟林华说再见后，全新5星角色叶兰也随之登场。相信也有许多大佬和长草级囤了一堆原石的玩家都在蠢蠢欲动。这次洛洛也在实测完满命叶兰后，提供给大家详细的角色全分析，提供给大家在抽角色上有明确的方向参考。影片中也会补充新的5星弓箭、弱水还适合哪些角色用，以及叶兰相关的角色定位、天赋技能分析，并做抽取建议、相关的武器、适应物和组队搭配，以及相关的使用心得。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叶兰是5星水元素弓箭角色，等级突破后增加的属性施暴几率，在队伍中的定位为负 C 增伤角色。叶兰在天赋技能组上主要提供的2大特性就是高频率后台挂水协同攻击，以及提供前台增伤。元素爆发每秒提供 3.5% 增伤，在14秒内可以叠满最高 50%。只要是角色或队伍的元素爆发周期是少于14秒内，都可以吃满叶兰所提供的增伤。此外，叶兰的挂水功能也让有类似功能的行丘得到解放的空间，也适合放在火元素主 C 的队伍中打蒸发。像是胡桃、萧公、迪卢克这种常绑定行丘的队伍，和水元素主 C 搭配组纯水队，和雷元素角色搭配打感电，全部都可以吃得到叶兰提供的增伤加成和协同攻击伤害，持续时间越长，伤害就越高。更因为叶兰的大招倍率非常爆炸，同样时间内的总输出伤害量也会得到巨量提升。但唯独在和林华这类永动队搭配使用过后，觉得效果普普。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依然能够搭配的队伍阵容也非常多，同时也解放行丘的位置。在深境螺旋需要上下2队的情况下，行丘再也不用考虑要怎么样把它拆成2半了。只是叶兰的大招能量需要70点，因此以元素爆发作为主要核心天赋技能的叶兰来说，首要先解决的就是充能的需求，其次再去拉抬生命值的数值，提升 EQ 技能的伤害数字。而在原神中，能够适应很多种队伍阵容的角色，大概率就会是强度党玩家会爱用的人权角色。就像万叶可以适应大部分水火冰雷的元素队伍中，提供珍贵的元素增伤，就是它被人称为叶天地的由来，也是目前大部分玩家期待复刻的人权卡之一。而叶兰同样也可以适配在大部分需要行丘的队伍中，如同前面说，只要队伍中主 C 是开大后15秒内打输出，或是刚好15秒内结束的，都可以再搭配叶兰。战场时间越接近15秒，所吃到的增伤加成就越满。因此，不止水、火、雷等等的元素队伍，甚至是吃生命值加成的杂色队或是普攻流为主的队伍，都可以搭配叶兰吃增伤。不仅在输出能力和辅助能力方面都是一流。如果是追求更高强度或是更多变化的组队玩法，叶兰抽了会有更新一层的体验。加上水元素也是元素反应的核心，或许叶兰将有机会成为未来版本的叶天后哦。总体上来说，叶兰的出现在原本只要是行丘可以放入的大部分队伍中，叶兰都可以替换行丘的位置。但还是要注意，叶兰和行丘之间提供的功能还是有所不同。叶兰和行丘的共同点都是可以在后台协同挂水打伤害，而叶兰在后台伤害的部分比起行丘高出许多。但在上水能力上，行丘还是比较好，因为行丘与连剑可以贴身的同时，搭配后台发射的水箭就会比叶兰的破盾效果更好，并且2命行丘可以减水抗，6命行丘可以自我提升充能和更好的挂水能力。因此，如果是考虑破火盾的水元素工具人的话，行丘会比叶兰更快。此外，叶兰和行丘最大的不同在于，叶兰可以在15秒内依照时间累积越长，提供最大增伤 50%， 是非常强势的效果。然而，行丘虽然没有这项利器，但行丘仍有珍贵的减伤、抗打断和回血能力是叶兰所没有的。因此，若是希望有增伤效果的挂水角色，就可以考虑使用叶兰。但若是需要减伤、抗打断，同时需要些微奶量的挂水角色，像是感电队中需要战场的星海和砂糖就很需要，因此还是以行丘最为推荐。不过也因为叶兰加入之后，很多队伍的组队都变得更灵活了，不再有过于绑定的阵容。再来也补充叶兰和其他水元素工具人的差异，这边主要就提莫娜跟星海。前面有说叶兰不太适合放入永动队，主要的原因就是永动队会需要的是能够范围挂水的工具人，莫娜和星海2者皆可达到。而又尤其星海的挂水范围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因此提供的永动效果最好。莫娜则是小范围挂水，持续时长没有星海长，但可以提供60%的心意增伤效果，因此追求永动效果可以放星海，追求增伤效果可以选莫娜。然而叶兰的挂水是和行丘类似的单体挂水，因此并不是适用在永动队的角色。
但如果真的没有星海和莫娜，也不是不能放叶兰就是了。而莫娜和叶兰的伤害加成方面，莫娜只要在怪物被戳破泡以后，就能直接享有60%的增伤加成，适合能直接开大或打核爆的角色。叶兰的50%增伤加成需要暖机，需要计算时间，在增伤吃满后开大核爆，或是搭配战场输出时间长的角色。因此，角色之间彼此的定位和功用还是不太一样的。叶兰的普通攻击是4段式的弓箭射击，连击手感非常好，攻速快。踢弓射箭的浮夸动作和4段攻击结束后的甩外套也是十分帅气。但叶兰并不是依靠普攻作为主要输出伤害，因此升级顺序可以比较后面。而普攻有一招特别的被动效果，就是在叶兰脱战后5秒就会自动获得一个破局状态。此时可以发现叶兰右手手腕上的手镯会发出亮光，就代表进入破局状态。洛洛怎么印象中这种发亮的效果通常都是满命才会有的啊？怎么叶兰零命就有了吗？破局状态下可以使下一次的满蓄力射击时间减少80%，并且改为发射一支能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的破局矢。破局矢命中敌人后也会产生1到2颗的元素为例。虽然这个破局矢的范围没有干羽的满蓄力射击箭射范围大，但还是可以用来收割提米的鸽子。提米表示，叶兰的元素战技释放后可以牵引洛命斯并进行急走，可以透过长按或点按触发，冷却时间都是一样10秒。当使用洛命斯绑住路径上经过的敌人时，会出现3种触发洛命斯引爆的按键，可以透过按键或是等到急走结束后触发洛命斯的引爆效果，而后依据叶兰的生命值上限提升来对标记的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引爆后也会产生约4颗的能量为例。而在长按的急走状态下可以有霸体效果，但是并非无敌，并且耐力也可以在过程中恢复，同时也可以穿越一些小型敌人。急走时可以有3秒的时间来标记敌人，敌人标记数量无上限。若是洛命斯标记到的敌人数量越多，可以让叶兰获得破局状态的几率提高，也因为标到一个敌人可以提升34%的几率，因此只要标到3个敌人就可以有100%获得破局矢的效果。如果在需要追怪的情况下，通常都会尽量使用长按来触发洛命斯，并且搭配获得破局状态后秒射的破局矢达成 combo。另外，急走的状态用在大世界探索跑图时也别有一番乐趣。而洛命斯也可以用在先手让敌人挂水，或是放在最后把一些残血的敌人做收割。当叶兰开启元素爆发，会指出一枚骰子跟随在角色身旁，只要当前战场的角色进行普攻时，骰子就会进行系统攻击。雷电将军开大后的普攻方式可以触发系统攻击，但消化一斗开大后的输出方式是属于大招，是不会触发系统攻击的。骰子的血头伤害量一样依据的是叶兰的生命值上限，中间若是接着使用洛命斯爆发且命中敌人时，也会让骰子进行一次系统攻击。骰子的每次系统攻击会发射3支水箭，每1秒触发1次。3发水箭中只有第1支会进行水元素附着，后面2支不会触发挂水。若是解锁2名叶兰，会在每 1.8 秒额外发射1支伤害更高的水箭，并且为独立挂水，可以增加挂水能力。而通常在开元素爆发后的连技，会建议是 Q 接短 E 接 A 破局矢，再切主 C。在发射破局矢的时候，刚好可以吃到元素战技产生的能量为例，确保充能循环。输出的时候也应该注意，不需要一味追求洛命斯有没有绑到敌人或是发射破局矢。更重要的是骰子的洗头攻击以及搭配被动天赋的增伤效果。被动天赋1解锁后，当队伍中有存在越多元素种类的角色时，会让叶兰得到生命值上限的提升，增加叶兰的 E 和 Q 伤害，其中有4种元素比起3种元素的生命值加成是翻倍的，也引导了杂色队的队伍玩法。被动天赋2是叶兰非常 OP 的被动天赋，只要开大后在骰子存在的15秒钟，初始提供在场上的角色造成的伤害 1%， 并在随后的每1秒使在场上的角色造成的伤害提高 3.5%。 随着时间推进，最多在第14秒时可以增伤到 50%。 这个增伤效果不会因为切换角色而重置，只有随着时间慢慢增加暖机直到最高 50%， 中间也不会受到其他减少冷却时间的手段影响。如果是搭配胡桃前期 A 加重打蒸发战场输出，最后开大收尾的输出方式的话，也需要特别抓一下叶兰增伤时间的秒数。这个增伤效果也对于主 C 定位的角色所提供的效益最好。其次，不锁面板的技能，只要切换角色在场上时也可以吃到增伤，而像是会锁面板的副 C 提升的伤害就没那么大，例如相邻的炫火轮。例如雷电将军、消一斗，或是可以抓时间差在13到14秒内开大吃满增伤的角色，
例如优拉、胡桃都是可以适用于夜兰的效果。角色真的是蛮多的，罗罗这边就不一一列举出来。但如同前面所说，如果不是队伍中需要挂水副 C 角色，不需要为了你的主 C 去抽夜兰，被动天赋3是夜兰在1个月执行20小时的探索派遣任务时，可以额外获得25%的奖励。柯奇和崇宇表示要没工作啦。天赋升级优先顺序方面，可以优先提升夜兰的核心 Q 大招，其次是一技能，最后是平 A。里面的夜兰就具备挂水、后台输出和提供增伤的作用，但依靠大招输出的夜兰，此时就非常需要元素充能来弥补循环可能会跟不上队友的缺陷，因此要尽量先拉抬夜兰的元素充能效率。但也因为在填补元素充能效率这个洞的同时，也就会牺牲生命值加成的这个区块，黎明会比较偏向挂水辅助的夜兰。但即便是灵命的夜兰，在后台伤害的能力上还是会比行秋稍微出色，因此可以如同前面所说，要伤害量的挂水副 C 就夜兰，要减伤靠打断用的回血的挂水副 C 就选行秋。一命可以让夜兰的一技能多使用一次，补强夜兰需要元素充能的缺陷，让夜兰转而投资生命值属性的武器和圣遗物来提升自身更多的伤害，是提供给想解放元素充能武器和充能十字杀的人推荐必抽的命作。两命解锁后，可以在 Q 大招的头子进行协同攻击时，每 1.8 秒额外发射伤害更高的水箭，增加夜兰的输出伤害。但这个命作更适用于专练火队的玩家，可以起到更好的蒸发效果。无论是搭配胡桃、萧弓、迪乌克的情况下，又尤其萧弓因为本身攻速也快，偶尔行秋水箭可能会有没触发蒸发的概率。搭配夜兰的两命都可以比起行秋更好的和火元素主 C 打蒸发，同时又有逐渐增伤，可以说是专精火队的玩家有夜兰后都开始起飞了。抽到两命的夜兰，其实也等同于辅助和副 C 的作用都毕业了。3命和5命分别提升 Q 和一技能的天赋等级上限，也是夜兰提升的命作。而以 Q 大招是核心天赋来看，3命的推荐度也会比5命高。4命主要是按照洛命斯标记到的敌人数量，在爆发后使队伍中的所有角色的生命值上限提升10%，持续25秒，最高可以来到40%，是一个蛮特别的提升生命值的 buff 效果，也比较适合用在吃生命值属性的角色上，像是胡桃加中离的火队、灵人为主的水队等等。若是对于这类吃生命值属性的角色有兴趣培养，或是刚好有培养的话，也可以考虑提升到4命，或是期待看后续是否还有其他吃生命值属性的角色，让队伍组成更多变化。满命后的夜兰在释放 Q 大招后，会进入20秒的运筹帷幄状态，在接下来的5发普通攻击都会转为比起原本的破局使更高伤害的破局使，5发发射完或时间到就会解除状态。满命后搭配专武的伤害惊人，甚至可以有等同于满命主 C 定位的角色伤害量。虽然夜兰还是依赖 Q 大招为主，但在解锁4命后的生命值加成，等于让夜兰的 EQ 技能伤害又得到大幅提升。同时落命锁又因为一命的解锁缓解冲的压力，虽然会有些微短暂的冷却空窗期，但高频率的输出方式和高倍率的生命值加成伤害，打起升级螺旋和许多野外 BOSS 都是一下秒掉，简直可以说是类似水元素的加特林。只是因为是副 C 的关系，战场时间不能太长。命作抽取建议，抽了0命就要先选用元素充能相关的武器和沙漏，或是队伍中要再多放能提供回能的角色。若想换掉元素充能的武器或沙漏，建议往上抽到1命。而若是专精火队，想提升火队的输出，可以再往上补到2命。2命后就可以再考虑去抽专武弱水。最后就是直向爽度破表的满命或是武器满金。这次武器池另外一把是和蒲渊，比起上一次的蜈蚣大剑也好很多，就算歪了也不算太亏。五星武器方面，首推这次的新武器弱水，完美契合夜兰本身的角色特性。武器本身也提供极高的爆伤加成，同时还有生命值和全伤害加成，让夜兰在输出能力上得到大幅加分。只是由于夜兰自身定位的关系，输出上限会比其他作为主 C 定位的角色有些局限。加上若不是1命以上的夜兰的话，会比较建议先元素充能作为主要的毕业门槛，2命以上再考虑抽取专武弱水。其次，输出像夜兰可以选择的5星武器还有冬季白星或天空之翼。若是1命以下夜兰，主要作为辅助项增伤的定位，可以优先选择周末阶探之师，缓解低命夜兰需要的充能循环并提供 buff。但周末并不能提供生命值、血元素伤害或双爆等加成，因此在作用上比较偏提供给队友的辅助作用。这里也补充一下，关于这把武器，有许多人问洛洛还可以给谁用。如果你是有练弓箭系角色但还没有抽到5星武器的话，弱水是可以考虑的选择。但专武通常都是最适合当期限定卡时的角色，换到其他角色身上都会没有办法完全发挥效果。因此，如果你是已经有替代武器给弓箭系角色的话，不用硬抽弱水给你的甘雨或是公子之类的。但如果你是有练骁，打算抽和蒲渊，不小心歪到弱水的话，其实歪了也不亏。
其他可以用的角色像是公子、傅斯流干羽、九条沙罗、满命菲希尔等等。4星武器的部分，说说像叶兰可以选择蒙云之月，能够依据队伍中所有角色的能量象限总和，使装备武器的角色元素爆发伤害增加。追求大招伤害的可以考虑这把。满精炼效果下可以超越5星武器东极白星，并且主属性的部分因为叶兰吃不到，所以可以不用升级，只需要追求高精炼的效果就好。只是这把武器的缺点就是没有办法加成到叶兰的元素战绩以及破局史，总体伤害还是会比专武有所落差。此外，若是搭配火元素角色打蒸发的话，也可以搭配绝弦。辅助像副 C 流叶兰优先考虑元素充能效率相关的武器，像是高精炼西风烈弓，其次可以选基理弓。搭配基理弓的话，因为元素战绩会有几率重置，因此在元素充能面板上的要求可以不用太高。但是基理弓的缺点是触发重置技能后，即便满精炼的基理弓也是会有16秒的冷却。叶兰的一技能则是冷却10秒，会有稍微跟不上的问题。另外也不要忘了后面活动还会有一把免费送的满精炼4星弓若霞，或属性提供元素充能效率，都是叶兰在4星武器上不错的选择。3星武器可以选择弹弓、反曲弓、神射手之势等等。在武器选择的部分有非常多替代方案，不一定要硬抽专武。适应物的部分，灵命缺元素充能的叶兰可以选用官方试用关卡中的配装绝缘4件套，搭配双爆头、水上杯、充能沙或是生命沙。也因为叶兰等级突破后自带爆率，所以只要爆率有到60%到70%左右，就可以换成爆伤头或是生命头。元素充能效率若搭配高精炼基理弓，要优先确保充能可以至少在200到220%以上，搭配西风烈弓也需要至少在230%到250%以上。而若是已经解除了充能压力，或是已经是1米以上叶兰，就可以考虑穿说说像的适应物配装，可以是千岩加沉沦水套加宗室3件套中任选2+2套装，搭配双爆头、水上杯、生命沙。洛洛这边穿的是千岩2件加水套2件，生命值会至少来到约35000，爆率建议60到70%以上，75%以上会更好。1米以上走说说像的叶兰，元素充能可以看队伍的情况，在130%到160%左右。火队的部分搭配满命胡桃和灵命消弓的情况下，蒸发覆盖率比行丘更好，伤害量也大幅提升。因此，弧形中的万年阵容至此可以更换为弧叶中的阵容。阵容搭配还剩下一个位置，可以任意选用其他角色，像是阿贝多、砂糖、万叶、雷电将军等等。消弓的部分则是可以替换掉原本消弓双火队的行丘，改为消弓加叶兰加钟离加班尼特的组合。班尼特也可以换成雷电将军缓解充能。这里水队示范的组合为星海加行丘加叶兰加万叶，行丘和叶兰提供双重后台袭头攻击，搭配2命行丘减水抗以及叶兰的持续增伤，万叶扩散减水抗，星海最后以普攻战场输出。穿戴海染套的情况下，即便遇到水史莱姆，也可以用泡沫的伤害来打。看着敌人被一堆蓝色的数字淹没，就像是被淹死的吧。而星海这样的纯水战场阵容，洛洛院称它为星海泳装队。此外，若是将行丘换成雷电将军、8重神子、满命菲希尔、北斗等等，也可以组成其他的感电武装队，因此搭配上很自由，无论对单或是对拳都可以看情况换。由于叶兰的头子协同攻击是提供给以普攻输出为主的角色，因此也可以放入以普攻为主的队伍阵容。这里示范的组合为灵人加叶兰加云锦加钟离，其中灵人和钟离也吃得到4命叶兰的生命值加成，云锦也提供普攻伤害为主的角色伤害加成和攻速加成。灵人的位置也可以换成消攻，适合给喜欢玩普攻流的玩家。满命叶兰的阵容建议至少搭配2命行丘，剩下可以选择减抗角色和增伤角色，像是万叶、钟离、班尼特，搭配被动天赋组成3元素的队伍。虽然满命叶兰只有开 Q 后的5发箭时能够享有特殊破局时的效果，但一技能多一次使用以及冷却时间10秒不算太长的情况下，同时搭配高倍率的头子协同攻击，其实也不会空创太久，加上满命的伤害倍率真的太爆炸了。不过确实输出体验也非常好，甚至适合高练度的课长玩家玩单通升级螺旋。因为叶兰定位毕竟是副 C， 还是会建议如果真的是缺主 C 的萌新，可以先考虑抽主 C 角色。而若是在考虑叶兰和万叶应该怎么选择的人，洛洛要提醒，虽然叶兰可以就业的队伍阵容非常多，但还是不要把它看作增伤工具人的角色，先看自己的队伍阵容是否需要挂水副 C， 再去享受它高额的增伤。假如你有一只满命行丘，当前的队伍中也没有需要再第2只行丘，那么也不一定需要急着先抽叶兰，因为灵命的叶兰在挂水能力上是比不过满命行丘的，除非你抽了2命叶兰加专武，才会让叶兰比较有那么不偏辅助项的玩法，抽了玩起来才爽。而叶兰和行丘组成夜行的相关队伍也是很强很好玩，因此如果你2个挂水副 C 都要，也可以抽，在实测过所有能组的队伍中，
会以专精火队的玩家最为推荐抽叶兰，像是胡桃和萧公都可以和叶兰有很好的蒸发反应配合。在需要增加总体输出伤害量的情况下，叶兰是比行丘更好的挂水增伤角色。其次是有练雷神国家队的，也可以让叶兰替换行丘缓解组队压力。不过以需要抗打断的效果之下，行丘还是优先在雷神国家队内比较好。再来，若是抽4命叶兰，也很适合放在以需要生命值加成的队伍阵容中，像是胡桃、钟离、灵人这类吃生命值加成的角色，也都适合和叶兰组队。加上叶兰被动天赋中也有杂色队加成生命的效果，算是开创了一种新的血牛杂色队玩法，组队十分弹性。要不是影片越做的跟论文一样，原本影片中列举的队伍阵容已经来到7、8队了。不过像是专精永动队的，就还是会建议抽万叶而非叶兰，因为叶兰的挂水功能不太适合放在永动，只能提供增伤。但万叶除了元素增伤外，还有更多功用，更适合永动队。总之，最大的重点就是千万不要为了增伤而抽叶兰，单纯要元素增伤就请等万叶。以上就是关于叶兰的角色全分析，提供给考虑抽角色的肉肉们参考。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肉肉都会一回复。身边有朋友不知道该如何培养叶兰，也可以分享影片给他。制作攻略不容易，若是想支持肉肉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罗邦会员，或是点击超级感谢赞助罗威莲鲜奶茶。或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可以点击喜欢给肉肉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的对本肉肉，我们下次见喽。